我的名字叫尹熙，是一个恐怖小说作家。就在我苦于没有创作灵感的时候，远在越南的好友徐英给我带来了一个故事。故事的女主角叫木依，在越南话里就是第10的意思。她有着比楚人美还悲惨的命运，家里人都认为她生来就带着不祥，所以她一直在孤独中长大。转眼间10年过去，木依已经变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姑娘。这天，她在晾衣服的时候，与一个叫卢恩的画家相遇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坠入了爱河。不久以后，卢恩想要给木依画一幅肖像画，可画才画了一半，卢恩就留下一个戒指当做定情信物，匆匆离开。原来卢恩早就有了未婚妻，他的未婚妻是个骄纵的地主婆，在听到下人的汇报后非常生气，于是带着几个壮汉找到了木依的住所。在地主婆的示意下，壮汉直接打断了木依的腿。当地主婆见到木依手上的戒指后，更是怒不可遏，直接掰断了那根戴着戒指的手指，抢走了戒指，随后便拿起硫酸泼向了木依。势单力薄的木依想要复仇，只能跟楚人美一样化作厉鬼，所以他选择了在7月15这一天上吊自尽。当晚他就出来吓唬地主婆。可故事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的作品也很快登上了畅销榜前10。看着网上无数粉丝正在催更，我只好坐飞机去越南寻找好友徐英，询问故事的后续。可来到越南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徐英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故事是从一个姓金的史学教授那里得知的，于是我便住进了徐英安排的酒店，准备第2天一起去拜访金教授。眼看徐英已经休息，我便独自来到浴室，想要洗个澡。可就在我放热水的时候，花洒突然自己打开了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关上花洒就到卧室换睡衣。可那个花洒居然再次打开，我拉开窗帘一看，一个鬼影出现在浴室内。我惊恐地呼喊好友，可扭头一看，好友居然也变成了鬼。我急忙向房间外逃去，可一开门却发现徐英居然站在门外。他微笑着告诉我，酒店就剩这一间房了，听说这里闹鬼，让我不要担心。我也十分无语，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过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徐英担心我住在这里害怕，就把我带到了他父亲为他买的别墅。他给我安排好房间以后，我们2个就一起去金教授工作的地方。徐英带我向金教授的助理打招呼，助理却不耐烦地告诉我们金教授不在这里。我只好假装肚子痛，要了厕所的钥匙，偷偷潜入了金教授的办公室。在这里，我成功找到了关于木依的笔记，里面果然记载着故事的后续。后来地主婆带着卢恩来向高森求救，高森让卢恩用他们的定情信物把木依哄骗出来，然后帮他完成那幅没有画完的肖像画，就差最后点睛的那一刻，一群和尚冲了进来，用手里的法器将木依困在原地。地主婆还不忘在这个时候出来秀一波恩爱，来刺激木依。就在木依发怒的那一刻，高森将他封印到了画中。不久之后，2战爆发，一群鬼子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。一个军官一眼就相中了那幅封印木依的肖像画，高僧劝说军官这幅画不能动，可军官却偏偏不信邪，眼看高僧想要阻挡，就卸掉了他一根胳膊。随后他拔下画上的封印，奇怪的是军官从此便不知所踪。据金教授的推测，替木依解开封印的那个人可以请求木依帮他复仇，但这个人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金教授的笔记也到这里戛然而止，这也使我对那幅画更加的好奇。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，徐英又带我来见到了临摹那幅画的画家。我很是好奇地给画像拍了一张照，但是我十分疑惑，为什么要挡住画像的眼睛？徐英告诉我，即使是临摹的画像也有一种特殊的魔力。我十分不屑，就拿出相机翻看刚刚的相片，可不小心翻到了我和徐英前男友的合照。徐英非常气愤，转身就走。我急忙追出来向他解释，看到我紧张的样子，徐英却笑了笑，对我说只是开了个玩笑。我也松了一口气，毕竟徐英已经跟前男友分手3年了。随后徐英便带我来酒吧，认识了她的几个好姐妹。一个心怀不轨的老外向徐英招手，我知道对方心怀不轨，想要阻拦，可徐英却满不在乎。回家以后我便开始睡觉，可到了半夜，一阵阴风突然将门吹开，我听到外面传来哭泣的声音，就出来查看。发出哭声的是一个长得酷似徐英的小女孩。就在我想伸手抓向她的时候，她却变得面目狰狞。猛然一下惊醒，
原来刚刚只是个梦。就在此时，徐英突然出现，还替我擦起了汗。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才发现我居然被绑在了床上。徐英用剪刀剪下我的一缕头发，然后拿起了一旁的硫酸，对我喊着：“这是抢走她前男友的后果。”就泼到了我脸上。我再次被惊醒。原来这是个梦中梦。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，我独自来到金教授的办公场所。我对金教授的助理百般讨好，并且送出了我在中国旅游时买的丝巾。没想到助理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，让我有话直说。在交谈中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助理跟我是老乡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木一的事情并不是出自金教授之口，而是徐英刚来越南时告诉的金教授。带着疑问，我回到了徐英的住所，想要问个清楚。可当我进门时，才发现徐英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势坐着。当我拉开窗帘时，徐英却又出现在我身后，而刚刚的那个身影已经消失，只有一件楚人美同款长袍放在床上。随后，徐英便把我打扮成了楚人美的样子。今晚徐英还邀请了那天在酒吧认识的2个朋友。就在我们相谈甚欢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2个朋友立刻就进屋避雨，只有我陪着。徐英又淋了一会儿雨。眼看徐英离开，我也去收拾了一下头发。可奇怪的是，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徐英已经消失不见。他的2个朋友拦住了我。奇怪的是，我居然能够听懂他们2个说话。在看向镜子的时候，我突然变了模样；在看到2个朋友的时候，已经变得面目狰狞。此时我猛然被惊醒，原来是刚刚我写小说太投入，陷入了幻境。为了心安，我又来到徐英的床前，掀开她的被子查看，发现没有异常后，我才放下心来。随后我便找到金教授的助理，继续询问关于木一诅咒的事情。助理告诉我，他也是我的书迷，想要让我写出更多的故事，于是就把金教授家的钥匙给了我。来到金教授家后，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关于木一的资料，在桌子上更是放着一张光盘，里面记录了金教授对被诅咒之人的采访。他们说自己浑身发烫，每晚都能听到小女孩唱歌，照镜子时，镜子里也不是自己，这不正和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吗？想到这里，我非常害怕，于是就想找徐英问个清楚。可当来到他的画室时，惊讶地发现他居然也在临摹木一的肖像画，在桌子上还有一本我曾经写过的小说。看着他画红线的地方，我惊讶不已。就在此时，徐英突然出现，还走到肖像画前问我他跟木一像不像。我非常气愤，因为我将她当作好姐妹，她却把我卷入了木一的诅咒中。我收拾东西就要离开这里，可就在我临走之前，徐英见我也喜欢她的前男友，于是就告诉了我一个她和前男友的秘密。3年前，她和前男友相约在公园见面，可她等来的却是3个想要玷污她的小混混。徐英想要逃跑，却被他们困在原地调戏。就在她要绝望的时候，发现前男友居然出现了。就在徐英以为前男友会保护自己时，前男友却拿出了摄像机。此时徐莹才知道，原来是前男友为了讨好富家女，特意找来3个小混混欺负自己，并且录了下来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3年前徐英才来到了越南居住。听完徐英的讲述后，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他报复这个渣男。次日，我又买通金教授的助理，让他带我来到了当年封印木一的寺庙。我们2个来到寺庙以后，就开始询问解开诅咒的方法。在听完我的讲述后，老僧认为徐英已经被木一附身，于是就把当年封印木一的法器交给了我，告诉我只要穿过徐英的心脏，就能彻底解决木一。拿到法器以后，助理便骑着他的小电驴将我送了回来。可助理在回去的路上却出了意外，一个挑担子的妇人拦路，助理的刹车失灵，摔倒在地。我送给他的那条丝巾恰好缠进了车轱辘，就这样助理被活活勒死。再看向那个妇人已经倒地不起，我知道这肯定是诅咒的力量，于是我不再犹豫，拿着法器回去寻找徐英。可我来到徐英房间时，发现身后的墙纸掉了下来，于是我便把墙纸直接撕掉，后面居然是一扇木门。我壮着胆子将门打开，一具尸体从门内倒了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在那具尸体上发现了一张相片，相片里的男人正是带走木一画像的军官，相片的背景正是这栋房子，而相片的背面写着死亡是付出的开始。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就走进了后面的密室。
密室要比我想象的要深很多，但是很快我就来到了密室的尽头，发现前面正挂着那张遗失的画像。在仔细观察下，我发现徐英送我的戒指居然跟木一手上的一模一样。此时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急忙逃跑。跑到半路上，鞋子却被粘在了地上，而木一也从画中出来，要抓住我。我被吓得拔出法器向后捅去，木一才消失不见。而紧接着徐英却出现在身后。现在我也不知道徐英到底是人是鬼。他靠近后告诉我，只要用法器扎向他就能解除诅咒。可看在这么多年的好姐妹份上，我根本下不去手。他继续用言语激怒，不想死就让我快点扎下去。下一秒更是露出了恐怖的面目，我下意识的就用法器扎向了他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向徐英道歉时，他却开心的笑了起来，并且说出了相片后面的那句话：死亡才是诅咒的开始。此时我也明白了一切，原来徐英请木一帮他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，而鬼想要帮他复仇，自然需要一具合适的身体，而我便是他要用的那具身体。被附身以后，虽然我能看到眼前的事物，却无法再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回到韩国以后，木一就利用我的身体对徐英的仇人进行了报复。首先是欺负过徐英的3个小混混，只见他们正偷偷地溜进女厕所，将偷偷放在天花板里的摄像机拿出来观看。木一直接用最直接的方式将3人干掉，随后便是那个指使前男友抛弃徐英的富家女。最后一个便是徐英的渣男前男友。木一用我的身份将他约到欺负徐英的那个公园见面，随后将他活活吊死在欺负徐英的位置。我本以为木一帮助徐英报完仇后就会离开我的身体，可没想到他将关于自己的所有资料烧毁以后，就想用我的身体继续生活。我也是很无奈，只是想写好一本畅销的恐怖小说，结果却引来了飞来横祸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